夫君战死后，我替他侍奉父母，养大弟弟妹妹，熬出一身病。10年后，却意外见到战死的夫君携妻带子为公公扫墓。原来他为了和白月光双宿双飞，假死骗我替他养家。公婆不仅知晓此事，还拿我辛苦挣的钱供养他和白月光以及他们的5个孩子。我去找他对峙，被他的白月光从背后偷袭，一棍打死。再睁眼，又回到了他战死消息传来的那天。我带着嫁妆直接跑路。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传来，冯家上下哭成一片。我的眼泪刚涌出来，前世的记忆陡然苏醒。和冯清安成亲当天，西晋告急，他临危受命，连洞房都没入，就奔赴战场。半年后，噩耗传来，他遭遇敌人伏击，尸体还被烧得面目全非。我敬佩他的忠肝义胆，心甘情愿留在冯家，替他侍奉父母，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冯家本就不宽裕，少了他这根顶梁柱后，越发窘迫。我不得不挑起大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常年操劳，我年纪轻轻就落下一身病，却在给公公上坟时见到了活着的冯清安。他牵着一个美貌女子，身后跟着大大小小5个孩子，一家其乐融融。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世界无比荒诞。我追上去想问个明白，他倒是直言不讳，说自己爱上了不该爱的人，想跟他双宿双飞。他还恳求我当不知道，成全他。我气得吐血，刚骂了他2句，后脑勺传来剧痛。那女人扔掉棍子，投入了冯清安怀中，哭着喊害怕。冯清安搂住她，眼神冷漠地看向倒在血泊里的我。别怕，你做得对，他不死，死的就是我们一家了。我弥留之际，婆婆带着2个小叔子赶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就知道冯清安是假死，瞒着我，只是舍不得我的嫁妆和郑国公府这座靠山，想套牢我这个大冤种，替他们当牛做马。想到这里，伤心瞬间化作滔天怒火。这一次，我绝不惯着他们。我假装伤心过度晕死过去，然后就装病不起。冯清安的丧事都由公婆自己操持。前世我还傻乎乎的自掏腰包，给他办了个风风光光的葬礼。这一次婆婆来找我，我故意装傻，1分钱也不肯掏，把她气得不轻，直骂我狠心。冯家为了面子，还是花费重金操办了丧事，把朝廷发的抚恤金几乎用尽。我只在一旁看热闹。等办完丧事，我就拿出伪造的放弃书，找到公婆。老爷、老夫人，冯郎当初怕自己回不来，给我留了一封放弃书。如今冯郎的后事已了，我就不在府上继续叨扰了。公婆听了，俱是一愣。婆婆当即哭了起来。月娘，你怎么能如此狠心？清安尸骨未寒，你就要丢下我们一家老小？难道不怕传出去，被人戳你脊梁骨吗？我揉了揉不存在的眼泪，故作委屈。老夫人，我也是遵从冯郎的遗愿。当初我也不同意他写这封放弃书，但他十分坚持，说如果我为他守寡，他会死不瞑目。反正冯清安已死，谁能证明我说的是假话？公婆这会儿不可能找冯清安求证放弃书的真假，但婆婆却一口咬定我这放弃书是伪造的。我也不再跟她掰扯放弃书真伪的问题，而是问她，老夫人是想让我违抗国法，为冯郎守节吗？战乱年间，朝廷为了鼓励寡妇再嫁，增加人口，出台了各种新政。寡妇不改嫁，还要罚款。当初我为了留在冯家，为冯清安守寡，每年还要承担官府的罚银。婆婆虽然又蠢又坏，但是到底不敢说阻拦我改嫁之类的话。公公却是个老狐狸，唉声叹气一番后，才装作为我着想。好孩子，你要改嫁，我们怎会阻拦呢？我们只是担心你这么快就要改嫁，会被外人诟病。你听爹的话，过个3年5载，我们认你当义女，风风光光把你嫁出去。婆婆看向公公的目光充满了崇拜，大约觉得还是自家夫君有高招。如果前世我听到这样的话，大约也会跪下，痛哭流涕，对天起誓不再改嫁，以表对公婆的感激之情。现在我只觉得她虚伪的让人恶心。我忍下心头的厌恶，故作感动。老爷为我着想，我岂能不知？只是这守寡1年要给官府交300两银子，
5年就要1500两。我和我那一院子下人，每年开支用度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家中本就不宽裕，我怎么忍心再给你们增加负担呢？两人立刻听懂了我的暗示，都傻眼了。毕竟这半年我可没有伸手找他们要过1分钱。婆婆脱口而出：“你不是有嫁妆吗？怎么还问我们要银子？”我故意装傻问：“老夫人的意思是我留在冯家，但要自己养活自己。我可断不能让老爷和夫人被人戳脊梁骨，骂二老苛待守节的儿媳。”婆婆还要说什么，又被公公给拦住了。老匹夫佯装苦恼：从前有清安的俸禄和店租，还能勉力维持，如今少了清安的月份，家里人多，我和你娘还常年吃药，越发艰难了。月娘，你最识大体，定愿意与我们同甘共苦吧？我也回答得很得体，不愿意。我满意的看到两人脸上的错愕和震怒。前世我就是太识大体，才会把自己活得那么累。我拨弄了一下手上的翡翠镯子，道：我自幼养尊处优，一天苦日子都没过过呢。爹娘若真心疼我，肯定不舍得我留在冯家吃苦吧？他会道德绑架，难道我不会吗？两公婆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连公公那个老狐狸都沉不住气了，怒道：我看你是铁了心要改嫁，莫不是早就耐不住寂寞，与人有了首尾？道德绑架不成，改造谣了。我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腿，便嚎啕大哭。我自嫁到冯家，一直循规蹈矩，没想到老爷竟然往我身上泼脏水。也罢，我这就在府门口吊死，以示清白。说完，我就往外跑，一边跑还一边嚷嚷：夫君，你害得我好苦啊！我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还要被公婆污蔑偷人，我不活了！冯家上下都惊呆了。公公气急败坏地追出来喊道：快拦住他！下人们手忙脚乱过来阻拦我，我依然哭天抢地，寻死觅活，非要闹到整个冯家上下都知道他们的龌龊心思。婆婆气得大骂：让她去死，让她去！没见过如此泼辣刁钻的女子，真是家门不幸。当初我就不同意清安娶她。公公到底清醒一点，知道我要在大门口吊死，他冯家会名誉扫地，还要承担逼死我的可怕后果，赶紧制止了老婆子胡咧咧，亲自跑过来阻拦我。毕竟我爹可是镇国公，出了名的暴脾气，他冯家可得罪不起。公公压着怒气给我低头赔礼：月娘，刚刚是爹一时糊涂，说错了话，你别放在心上。我同意你改嫁了，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好奇这老东西能提什么条件，便不再吵闹，问：什么条件？他眼里闪过一丝狠厉金光：你得给我儿子守墓守49天。如果你连这点要求都不答应，那我只能捧着我儿的灵位去国公府讨个说法了。我知道他绝对不是想拖延我49天那么简单，但我还是答应了。我爹娘虽然宠我，但他们也把仁义道德看得很重。现下我还无法拿出明确的证据证明冯清安假死，如果他尸骨未寒，我却坚决要离开冯家，他们也不会答应。另外，冯清安是为了那个女人才假死的，我却还不知道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她明明可以选择和离或者纳妾这些正当途径和他在一起，为什么不呢？这个女人的身份绝不简单。我虽然想彻底脱离冯家，但前世之仇不可不报。我答应了去结庐守墓，没想到他们想趁我不在转移我的嫁妆。为了做得漂亮点，他们竟然放了一把火。没成想大火失控，直接把冯家后院烧了个精光，还连累了相邻的2户人家。自家遭殃也就罢了，邻居可不会善罢甘休，闹上门找他们赔偿。可平家哪有钱赔，便又把主意打到我身上来了。婆婆带着2个儿女跑来我面前又哭又跪，求我拿钱平事。月娘，你要不管的话，你公爹和2个弟弟都要吃官司了。娘知道你还有几间铺子和几百亩地，定能拿出钱来搭救我们。我只是冷冷看着他们，问：火是怎么起的？不是有人职业吗？老太婆眼神闪烁，只摇头说不知道。又一个劲儿的自责，说没替我守住嫁妆，对不住我。但念在冯清安的份上，让我帮帮他们，甚至暗示我，如果我不同意拿钱搭救，就绝不放我离开冯家。我笑着喊出了一个人，
冯家母女仨惊得脸都白了。你怎么在这里？你……婆婆慌的话都说不清了。彩青摸了摸头上包的白布，又看了一眼自己折了的胳膊，露出一丝苦笑。老太太没想到我还活着吧？不待彩青把事情说清楚，婆婆就开始狡辩：月娘，你不要听她胡说八道，这个丫头是贼，她趁你不在想偷东西。我笑着道：老夫人，多谢你在走水之前把我的嫁妆搬到了安全的地方，只是难为您还另了2间库房，幸好那库房是我名下的，租金我会让人还给您。彩青本是冯清安的通房丫头，冯清安走后，婆婆就安排她来伺候我，好方便监控我的一举一动。彩青对婆婆忠心耿耿，但这次为了夺走我的嫁妆，婆婆就让彩青偷了我的库房钥匙，再派她去库房放火。结果不巧，相邻的那间库房里放了过年没放完的鞭炮和烟花。彩青受了伤，婆婆怕露馅儿，竟然把她推进了大火里，杀人灭口，还能把纵火的锅甩给彩青。可惜她没料到，我一直都在暗中关注着冯家的一举一动。他们放火时，我就在隔壁看着。我让人救了彩青，并且加了一把火，为的就是把事情闹大。他们明明已经偷走了我的嫁妆，竟然还想要我拿钱出来替他们还债，真是贪得无厌的一家人。他听了我的话，恶狠狠地看向彩青，然后顾不得体面，扑上去就打。贱婢，你敢背主求荣，我打死你！彩青猛地抬起脚踹了他，你这缺德冒烟的老太婆，谋财害命，你不得好死！冯家2个姑娘见到亲娘被打了，一起扑上来打彩青，4个人扭打在一起，什么难听的话都冒出来，把冯家对我的龌龊心思也暴露无遗。直到我父母出来，命人将他们分开。我娘抱着我失声痛哭，直言当初不该结这门亲。原本不同意我改嫁的父亲也怒不可遏，当即要带我回家。老太婆才冷静下来，威胁道：她一天是我冯家的媳妇，一辈子都是。要想我们同意她回娘家，你们至少得拿1万两银子做补偿。冯老太是彻底不要脸了。我父母难以置信地看着她，你竟然勒索我们！冯老太哼了一声，侧过脸去，说勒索有点太难听了。我们冯家当初娶她也是给了聘礼的，她没给冯家生个1男半女，难道不该补偿我们吗？我爹大约是没见过这样刁钻的妇人，气到哆嗦。你们冯家的聘礼左不过1000多两银子，当初是你家几次3番上门求娶，冯清安在我们面前发誓，此生不纳妾，我才愿意把女儿下嫁到你家。如今你儿子死了，我女儿改嫁合情合理合法，你怎么有脸要补偿？可平老太可不管这些，她已经知道我的嫁妆他们拿不走了，现在又因纵火背上一笔债，她如果不想尽办法从我这里捞一笔，那冯家以后的日子真没法过。所以她打定主意胡搅蛮缠，一口咬定没有1万两银子，绝不同意我离开冯家。我爹脾气火爆，但面对妇孺他也无可奈何。我娘是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面对冯老太这种刁妇也不知所措。冯老太见状越发猖狂起来，道：拿不出银子，那就休提改嫁的事儿，以后他跟谁结亲，我就去哪家门口上吊，看谁敢娶她。我父母一时被他吓唬住了，都无可奈何地看着我。他们都是光明磊落的性子，道德感太强，如何能斗得过这样的刁钻老妇？死过一次的我，虽然不在意是什么仁义道德、颜面声誉，只还必须顾及国公府和父母，否则现在依着我，该狠狠打烂这老太婆的脸。我压住怒火，威胁要把她纵火，偷我嫁妆的事儿告到衙门去。她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你告啊，你有证据你就去告，看到最后是谁丢脸。我算是明白了，他吃定我国公府爱惜羽毛，不会真跟冯家对簿公堂。可我现在还需要时间查冯清安的下落，只要拿住这张底牌，冯家必死无疑。为了安抚住着老婆子，我假意答应他的条件，但要他给我时间筹钱。他以为我怂了，奚落道：哼，早乖乖听话不就好了？就给你3天时间，3天后见不到银子，你就留在这草庐，一辈子给我儿子守着吧。说完便拉着他2个女儿大摇大摆地走了。我爹气得头晕脑胀，差点要冲进冯家杀人。我娘哭得肝肠寸断，直言对不住我，
给我选了这么个烂透了的婆家。没想到老太婆还没出门，公公就拉着冯清安的二弟冯思安进来了，当着我们的面狠狠甩了老太婆一巴掌，然后勒令她给我们道歉。接着便拉着我父亲，泪眼模糊地道：亲家，都是我的错，一直病歪歪的，管不了事儿，让他们娘几个闹出这样的笑话。说完一阵咳嗽，仿佛要将心肝肺都咳出来，一口血吐在地上，着实吓了我爹一跳。我爹要扶他坐下，他却不肯，跪在地上，表示如果我们不原谅他，他就跪死在这里。我心知这老头比老太婆更难对付，他先诚恳认错，接着含泪对我爹道：我之前不同意月娘改嫁，实在是舍不得这个好儿媳。如今我想开了，孩子年轻，岂能白白耽误他的终身？我爹娘似乎被他打动了，刚附和2句，老匹夫就拉着他家老二冯思安道：思安虽比月娘小2岁，但也到了成婚的年纪，就让月娘改嫁思安吧，咱们就还是一家人，岂不两全其美？我属实没想到他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连冯老太都愣了一下，显然他并不知道老头子打的这个主意。你怎么能？但没有他说话的份儿，老头子一个眼神就让他闭嘴了。我爹娘自然不能答应这么荒谬的事儿，老头却指使冯思安说一些不清不楚的话，暗示我和他之间早有私情。我爹娘自然不信，他们就找了一方帕子，说是我送给冯思安的。被人欺负到这个份上，我终于不想忍了。我对婆婆笑了笑，道：老夫人，我有句话想单独跟你说。她狐疑地看着我，在老头的示意下，还是凑了过来。我在他耳边低声道：冯清安和诗韵现在还好吧？他惊得倒吸一口凉气，膝盖一软，险些倒在地上。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们。老太婆极力稳住身形，还想说什么，我只淡淡含笑道：老夫人，我只想和冯家好聚好散，但如果不能好聚好散，有些事儿可就怨不得我了。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但老头子还不明状况，一直问我什么意思。我让他问冯老太，冯老太不敢多言，只一直把他往外拽，嚷着回家再说。终于一大家子离开了，我知道他们不会再来烦我。我原本不想这么快暴露底牌，因为我想找到那对奸夫淫妇，再实施我的复仇大计。可2个老东西太能折腾，我只能先稳住他们，恢复自由身。幸好上辈子临死前，我记住了那女人的闺名。我爹娘也很好奇我说了什么，我想了想，还是把真话同他们说了。爹娘又震惊又愤怒，爹甚至气得要立刻上奏朝廷，揭露冯清安假死当逃兵的罪。我制止了他，跟他说了我的打算，找到人之后才有确凿的证据，否则空口无凭，谁会信我们？二来，我也不想留在冯家，如果这时候证明他没死，我想离开冯家更难。最终我说服了爹娘。第2日，我就回了国公府，父母又张罗着给我找夫婿，上门提亲的倒也不少。我倒是不想再嫁的事儿，但没想到外面突然传出风言风语，说我不守妇道，丈夫尸骨未寒就急于改嫁，是个水性杨花、无情无义的女子。一时间，原本登门提亲的都作鸟兽散，甚至连给我妹妹做媒的都没有了。我自己的名声坏了我不在意，可若连累家中姊妹兄弟，那便是罪过。尤其是家中2位嫂嫂，本就不太喜欢我们姊妹，觉得父母偏宠女儿，不重视他们做儿媳的，嚷嚷着我带累了国公府的名声，逼我出家做尼姑，以平息流言蜚语。父母都心疼我，自然不肯。可兄长都站在嫂嫂那边，小妹又因我耽误了亲事，他们也左右为难。我当然不愿意让一家人为我闹个天翻地覆。我决意离开家，再做打算。可兄嫂却坚持要送我去做尼姑，还扬言是为了我好。你现在只有做尼姑才能平息流言，自证清白，女子的名声何其重要。我们也是为了你好。我爹气得大发雷霆，我娘哭得肝肠寸断。可我知道，这就是冯家的目的，他们想要搞臭我，让我嫁不出去，要么自我了断，要么从此青灯古佛，了却残生。3日之内，我会把自己嫁出去，并且绝不会让国公府丢脸。大嫂阴阳怪气道：如今谁还肯娶你？你若随便找个阿猫阿狗嫁了，
我们国公府的脸往哪儿搁？我看着他们的嘴脸，虽知道他们的顾虑没错，依然觉得心寒。我压下心头翻涌的情绪，淡淡开口：我架设阵亡。一时间鸦雀无声，一家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我说了什么惊天疯话。很快，兄嫂就大肆嘲讽我不自量力，尽说疯话。连爹娘也觉得我在说胡话，但他们也跟兄嫂放了狠话，若是再逼我，就不认2个儿子。如此又是一番吵闹，兄嫂大约更恨我了。但他们也等着看我的笑话。约定的3日之期一到，兄嫂一大早便来问我，怎么摄政王还没来提亲？气得我娘又红了眼眶，大骂他们没心肝。嫂嫂们便哭起来，说爹娘偏心，只心疼女儿不疼儿子，还闹着要分家。正在家里乱作一团的时候，门房过来通报，说门口来了媒人。家里一时鸦雀无声起来，都惊讶地看着我。等人进了门，他们又笑起来。原是冯家的人。冯家2个老东西带着冯思安来向我提亲。冯老太说话甚是恶心人。月娘，你也别闹脾气了，如今风言风语那么多，哪个还敢娶你？我们家思安愿意委屈一点，你就别拿架子了。我冷笑问，那些风言风语是怎么传出去的？你们心知肚明。现在来装好人？亏你们想得出，赶紧走，我这辈子不嫁人，也不会再跳你冯家的火坑。2个老东西继续游说我父母，我爹气得当场拔了剑，要将他们轰出去。兄嫂却极力拉住我爹，说是他们请来的，他们同意让我改嫁冯家老二。爹不愿意让妹妹出家，如今有人愿意娶她，你也不同意，难道要让她一辈子守寡吗？我们也是为了她好。冯家老头子十分得意，道：还是2位小公爷说的对。亲家公，错过我们这个村，你女儿这辈子都要守活寡，你能保她一时，能保她一辈子吗？我爹竟一时沉默起来。他也明白自己老了，2个儿子并不待见回娘家的妹妹，若她不在了，谁能护得住我呢？在这个纷纷乱乱的时代，若女子要安身立命，实在太难太难。他怕我再入火坑，但更怕我将来无所依靠。最后一声戎马，从不低头的爹爹竟然红了眼眶，无助地看向我。月儿，爹对不住你，没给你生2个有心肝的兄长。我顿觉心口一阵揪痛。前世若非父亲病故，冯家人又怎么敢杀我灭口呢？到底是我无能，让父母为难了。2位兄长听到父亲的话，又嚷嚷起来，怪父亲老糊涂，把我宠坏了，怪我不懂事，跟婆家闹翻，连累他们。冯家人就在旁边看笑话。就在这时，门房连滚带爬地跑进来，来了，圣旨来了。起初众人还没听清楚，直到门房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大家才安静下来。众人疑惑不解，但父亲还是第一时间冷静下来，忙不迭去接旨。当宣读圣旨的太监读到特江镇国公府长女霍银月许配燕王殿下为妻时，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震惊的、不解的、怀疑的，应有尽有。直到宣旨的人走了，我爹还懵着，问：这是真的？我娘拿过圣旨，再三看了，才喜极而泣。月娘没有骗我们，她真的要嫁给摄政王了。兄嫂几个的脸色都相当精彩，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我冷冷看向冯家几个人，你们还不走吗？冯老头战战兢兢地过来作揖，月娘，不，沈小姐，若有得罪之处，还请念在你和清安夫妻一场的份上，多多包涵。我嗤笑一声，放心，你们如何待我，我自当铭记于心。他脸色相当难看，还想说什么，我爹已经喊来下人，将他们一家轰出去。冯老太临走前还不忘撂下一句狠话：月娘，你别得意得太早，你这门亲事能不能成，还两说呢。气得我娘追出去痛骂了他几句。无人明白冯老太的话，但我却清楚，她定然也知道诗韵的身份了吧。等外人一走，一家人便把我围起来，追问我跟摄政王之间是怎么回事。我早已准备好了一套说辞，应付过去。因我要嫁摄政王，兄嫂对我的态度立刻恭谨起来。2位嫂嫂还主动请缨为我置办嫁妆，我也无心与他们计较，人性的凉薄自私，我早已见识过，倒也不至于太失望。外面的流言蜚语也随之销声匿迹，倒是平家意图霸占我嫁妆，
逼我改嫁冯家老二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冯家如今内忧外困，为了还邻居的债，他们不得不变卖田产和铺子。老二和老三上学都上不起了，为此冯家天天打得不可开交。终于冯老三受不住，跑来找我：嫂子，我哥根本没死，他跟一个女人私奔了。我告诉你他在哪儿，你去找他。冯老三不是来帮我的，他只是不想失去我这个有钱有地位的嫂子，更恨冯清安为了自己的私欲抛家舍业，害冯家落到这样的窘境。我一脸惊诧，然后道：冯三公子，我已经与你冯家再无瓜葛，喊嫂子不合适，你不能造谣你兄长啊，这话传出去，你全家都要遭殃的。冯清安好歹也是将军，为女人假死逃战，这可是欺君大罪。冯三被我吓住，灰溜溜地走了。我正觉好笑，突然感觉背后一凉，回头时恰好看到那人走过来，盯着我看。我急忙起身行礼，拜见燕王殿下。他挑眉，将我扶起，都要成亲了，还这么客套。我尴尬的不知如何是好，往后退了半步，跟他拉开距离。当初我也是没有办法才兵行险着，让他娶我，但随着跟他接触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觉得懊悔。这位燕王殿下可不是善茬。我退一步，他就逼近一步，问：你很怕我？我摇头，忙转移了话题。刚刚冯家老三来找我，王爷您听到了吗？燕王脸色微变，不悦问：他是不是代表冯清安来试探你的？试探？我蹙眉表示疑惑。他轻哼一声：许是冯清安后悔了，想回头找你。我脱口而出：那怎么可能？他连前程家业都抛了，怎会后悔？燕王却专注地看着我，忽然笑道：可就算他后悔，也没机会了。我茫然看着他，他浅浅一笑，长臂一捞，将我带入怀中。你已经是我的了。我脑袋一阵嗡嗡响，晕头转向，连他落在我唇上的吻都忘了避开。甚至他走了，我都没想起问他那句话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只是做戏吗？我和燕王萧景的相识源于一场意外。那是我婚后第2个月，去庙里上香，路遇被刺客追杀了萧景。他躲在了我的马车里，威胁我带他回京。不过当时他已经伤得很重，没什么威胁力，只是我认出了他，所以帮了他一把，并没有图他的报答。只是没想到他会找上我，要跟我合伙做生意，还把他名下的铺子交给我来打理。我每个月会给他报一次账，简直变成了他的管事。前世这管事一当就当了10年。当然他也没亏待我，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帮助和资源，让我挣了个盆满钵满。这次我找他帮忙，原只是想让他给我安排一个做戏的对象，没想到他毛遂自荐，让我跟他假成亲。起初我没答应，他的身份太特殊，跟他牵扯过深，我怕将来难以脱身。可当我查到冯清安的白月光李诗韵竟然是他的王妃时，我改了主意，倒不如让这场大戏更精彩一点。大婚那日，萧景亲自来迎亲，给足了我和国公府面子。我在父母的泪眼中第2次上了喜轿，却突然瞥见了人群里一抹熟悉的身影。我知道他上钩了。王府的喜堂布置得格外大气，可一直到礼成，我都没有等到冯家人来闹事。我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入了洞房，我就赶紧问彩青：你确定冯清安回来了？彩青点头，我跟了他这么多年，不会认错的。而且他如今走投无路，不得不回来。在筹备婚事的半年内，我可没忘记和冯家的仇。冯家原本还有一些铺子和田产，都在我步步算计下逐渐败落。如今他们家全靠冯老太的嫁妆勉强度日。冯清安和李诗韵在外面的日子也不好过，两人的积蓄不多，都是靠冯家接济过活。如今冯家自身难保，哪有多余的钱给他们？李诗韵本是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又不是生产，过不了苦日子。冯清安又拉不下脸出去做苦力，两人的矛盾多了，争执不休，分崩离析不过早晚的事。偏偏这时候我和萧景成亲的消息传开了，这等于彻底断掉了他们的退路，他们哪里还能稳得住？可冯清安明明回来了，怎么会没来阻拦婚礼呢？正疑惑时，突然有人推门进来，十分嚣张地命令我：
这场婚事不算，你可以走了。李时运的样子和我记忆中差别不大，虽然距离前世相见还有9年，可9年后的他也是这样年轻美貌，而那时的我却已经因为过度操劳变得憔悴沧桑。趴在我背上吸血的女人终于隆重登场了。你是谁？我极力维持着冷静。他得意道，我是燕王妃，我回来了。我笑着问他，可是我听说燕王妃1年前跌落悬崖死了。他竟大胆承认道，掉悬崖是没错，但没死，只是受伤失了记忆。如今我回来，你这个燕王妃就不作数了，趁你们还没有入洞房，你赶紧离开。我笑了，我的婚事是圣上所赐，你凭什么让我离开？更何况你说你是燕王妃，谁能证明？他见我不好对付，便装起了可怜，说自己这半年来过得有多凄惨，又说自己多么爱萧景，离开他就活不成。我觉得十分好笑。最后他佯装大度，如果你实在不想走，那只能委屈你做侧妃。放心，我和王爷不会苛待你，但你要谨记一点，我是主母，而你只是妾，你得听我的。门外，萧景的脸色十分耐人寻味。自己的发妻死而复生，他会是什么感受呢？他会维护李时运吗？毕竟他现在还不知道，李时运早就背叛了他。李时运不厌其烦地给我定了各种规矩，包括晨昏定省、吃穿用度方方面面。大意是以后他坐着我站着，他吃着我看着，他睡着我伺候着。我一直没反驳，他还以为我脾气好欺负，特别得意。转身时却看到了萧景，吓了一跳，王爷。萧景蹙眉问我，这是你家的亲戚？别说李时运，连我也有点懵，摇头否认。他又问身边的管家，他是今天的客人？管家也忙摇头，不是。既然不是，怎么随意放一个疯子进来叨扰王妃？萧景一脸嗔怒，赶出去。李时运慌了，急忙跪在萧景面前，王爷，是我啊，我是诗韵，你不认得我了吗？萧景无视了他，吩咐管家，还不赶出去，等本王亲自动手吗？管家赶紧喊人来，把李时运拖出去。李时运大声哭喊着，声称自己是燕王妃，管家直接把他嘴堵了，大声宣布，王妃李氏早就死了，如今世上只有一个燕王妃，那就是镇国公府的大小姐。李时运的声音越来越渺远。萧景遣散了屋里人，又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递给我。我茫然地看着他，问，她不是李王妃吗？萧景点头，是啊。那你……我话到嘴边又停下来了，忽然想明白，萧景应该是什么都知道了。那他知不知道我这半年来对李时运他们做的事儿？又知不知道我同意嫁给他，是因为想报复李时运？萧景含笑看着我，怎么哑巴了？想问什么就问吧。我想了想，忽然就无所顾忌起来，你都知道了。他反问，知道什么？冯清安和李时运假死私奔，还是你为了报复他们，利用本王？我无语，果然他什么都知道。王爷既然什么都知道，为何还配合我？萧景突然收敛了笑容，眸光沉甸甸的，仿佛有一抹火焰在燃动，害我莫名其妙心猛跳了几下。想娶你，这个理由不够吗？我怀疑我才是被算计的那个人。李时运被丢出去后，却并没有罢休，他跑回娘家，找了他父亲，当朝太傅李如来撑腰。李如请来了当初为李时运和萧景证婚的长公主夫妻来作证。冯家也想浑水摸鱼，把冯清安抬出来，说他也没死，让我回冯家。长公主夫妇发现我们的原配都还活着，便想和稀泥，让我们各归各位。冯清安还虚情假意地掉了眼泪，月娘，这些日子你受苦了，我回来了，以后再不会让你受委屈。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李时运的脸色颇有些难看，显然他对冯清安旧情难忘。长公主看着萧景道，燕王，按照律法，你和霍小姐的婚事也不作数，如今只好让冯将军把霍小姐带回去，至于诗韵要和要离，那也由得你。长公主的话竟然引得一众人点头赞同。冯清安的目光不舍地看向了李时运，显然也是余情未了。那我只好成全他们。我看向冯清安，问，你说你被人所救，
养伤1年多，你伤在何处？救你之人在哪里？冯清安指着自己胸口，当初那一剑险些要了我的命。救我的人远在幽州，日后有机会，我带你一起登门拜谢。我微微点头，问：那你和恩人生儿育女这事儿，你怎么不说？众人愕然。冯清安心虚地看了一眼李诗韵，才大声否认。月娘，你在说什么疯话？我笑着喊了一声彩青。一个老妈子抱着个奶娃进来了，那孩子眉眼倒是和冯清安长得极像。孩子见了李诗韵，立刻哭了起来，一直伸手朝他挥舞。李诗韵一听孩子哭，眼眶瞬间红了，倒是有一颗慈母之心。我从老妈子怀中接过孩子，清安，你这1年又养伤又生孩子，忙得很，难怪没时间写封信回家报平安。我一句话就拆穿了冯清安，他若只是养伤，怎么可能不托人捎信回家呢？当时我伤得很重，穷乡僻壤的，也很难找人送信。他试图解释，那这孩子呢？是你的吗？我问他，他矢口否认，当然不是。我笑了，不是你的啊，那我就放心了。你要做什么？他紧张地看着我。我道，送去死士营啊，无父无母的孤儿，最适合做死士了。孩子发出惨烈的嚎哭。李诗韵终于坚持不住，怒吼一声，把孩子从我怀中夺走，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毫毛，我跟你拼了。孩子到了他怀里，很快就安静下来。冯清安脸色惨白，但瞬间就恢复了冷静。没想到这孩子竟然是燕王妃的。月娘，你该相信，这孩子和我无关了吧？我又看向了萧景，王爷，你怎么说？本王的王妃李氏已经去世了，他依然不承认李诗韵就是他的王妃。至于这个女子是谁，本王不清楚。李太傅确定自己没认错？李儒脸色阴晴不定，一句话不说。李诗韵发现萧景已经不可能再接受他，也豁出去了，一把揪住冯清安。冯清安，你想不认账？说完又看向我，霍清月，这孩子是我和冯清安生的，他一直在骗你。冯清安震惊地看着李诗韵，矢口否认，你别信口雌黄。李诗韵直接拿出了他写给他的婚书和定情信物，甚至连冯清安假死当逃兵，就是为了跟他私奔的真相也都搂出来。我看得出李诗韵不是一般的疯，难怪能做得出背弃摄政王跟冯清安私奔这种事。萧景冷漠地听完了，看向冯清安，看来平将军受伤脱离战场另有隐情，本王得好好查查。冯清安踉跄了一下，跌坐在地，看向李诗韵，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充满怨恨地看着我，你想回到他身边，我偏不让你如愿。冯清安懊悔极了，竟然反过来求我。月娘，你信我，当初我也是被他胁迫才铸成大错。这些日子我没有一天不后悔，没有一天不挂念你。我怜悯地看了看李诗韵，又看向冯清安。出事就推卸责任，视为不义。身为将军，为儿女私情，装死逃战，视为不忠；弃父母骨肉不顾，视为不孝。你这样的人，该千刀万剐。长公主觉得自己被愚弄了，愤然离去。萧景叫人把冯清安送去兵部受审。不出意外，冯家和冯清安都完了。李儒颜面尽失，铁青着脸道：王爷说的对，我女儿1年前就死了，这个女子只是长得像，并不是我女儿。李诗韵震惊地看着自己父亲，爹，你不认我？李儒愤恨道：我不是你爹，我也不会有你这样的女儿。说完对萧景拱拱手，也拂袖而去。李诗韵抱着儿子追过去，但李儒铁了心不认他，还让人把他打了一顿。我问萧景，你不心疼吗？萧景皱眉问，难道你会心疼冯清安？我哑口无言，半晌才回道，我只会心疼那些被他害死的无辜战士，他这种人千刀万剐我都不心疼。冯清安为了装死，还弄死了10几个亲兵，简直畜生不如。萧景长臂揽住我的肩，我也只会心疼自己的媳妇儿。我抬头对上他的眼睛，心头漾起阵阵波涛。很久以后，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为什么冯清安和李诗韵选择在大婚第2天才来闹事？萧景抱着我们的女儿，假装咳嗽。在我的逼问下，他才老实回答，说是他那天安排了很多人阻拦，
他们根本没机会出现。至于李诗韵，是他故意放进来的。他想让我知道，李诗韵对他而言什么都不是，他是真心要娶我的，不因为任何人任何事，只是单纯的要娶我。我问他为什么会选中我，他丢给我一个耐人寻味的笑。我说是前世注定的缘分，你信吗？我脑袋一阵晕眩。前世？我猛然想起，前世他挂帅出征前赠了我满园芍药，可我并不喜欢芍药花。直至有人告诉我，他又名降离，有情有独钟，依依惜别之意。原来那10年并非毫无意义。再次见到李诗韵那天，是冯清安公开处斩的日子，而冯家早就在去年被流放北境，听说冯家2个老东西半路就死了。冯清安的4个弟弟妹妹，如今正在北京做苦力。李诗韵以未亡人的身份给冯清安收尸，不过1年多时间，他完全变了样，面色憔悴，形容枯槁，像老了10几岁。我险些没认出他。他拦在我面前，一开口便热泪滚滚，大骂我害他失去了挚爱，害他的儿子失去了父亲，还害得他们母子无家可归，却独独不提他自己的错。我问他，你本是燕王妃，高高在上，为什么要抢别人的丈夫？原本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我会拥有各自安稳的人生，是你们先动手的。他恨恨地看着我，燕王妃？哈，他没告诉你，他娶了我之后是怎么对我的吗？我微微皱眉。李诗韵告诉我，她嫁给萧景以后，便一直独守空房。萧景娶她，只是为了笼络以李儒为首的文官集团。她跟萧景根本就没有任何感情，她也讨厌萧景这种精于算计、狡诈阴险的人。那时候她认识了冯清安，跟他一见钟情。他们一不小心有了孩子，萧景要她把孩子打掉，继续留在王府做有名无实的王妃。她不愿意，所以跟冯清安商议之后，决定私奔。如今我沦落街头，衣食无着，连我爹娘都不认我。这一切都拜你所赐，你会有报应的。我气得发笑，你们的幸福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的，我凭什么要让你们幸福？如今你们有这样的下场，都是咎由自取，你的余生就好好品尝这份苦吧。我的报应就是前世嫁给了冯清安，替他守了10年家，最后还死在他们手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没有杀李诗韵的念头，因为我知道她的余生会永远活在自己制造的悲剧里，她只会不断滑向苦难的深渊，直至死亡。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